合并且两胯松胯下沉的一个特点。对，让力在脚后跟。这个时候你看啊，我们圆裆的时候，比如说咱现在是一个静态，那你的劲儿一定会在脚后跟上，它不会在别的地方。对。但是如果一旦咱们动起来，你看啊，来尝试着重心向这个左移啊，来左移重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。你的习惯是左移重心往外撑自己的腿，不要去撑它啊。左移重心，左膝对照左脚脚尖，有没有感觉到左脚从脚后跟变成全脚掌吃力了？对，是吧？对。好，然后这个右脚就变成了脚后跟内侧完全吃力了。哎，对，是的，有这感觉。对，再转换啊，来右移重心，右脚全脚掌吃力，然后变成左脚脚后跟内侧发力。是的。对，这个时候你看啊，你去观察镜子，我稍微往外侧啊，你看镜子里的你，当你以这样的方式移重心的时候，你看你的身体在走弧线，它不是直线，发现了没有？对。所以陈世全从最开始的重心转化就没有直线的概念，全部都是弧线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移重心的结构和要求，以及脚下劲力的感知，能明白吧？不明白的可以跟我说啊，因为咱俩1对1的话，咱俩有啥不懂的跟我说讲，明白好。好，那第二点看啊，我们膝关节呢有一个安全阈值，什么叫阈值呢？你看啊，来，你向左移重心，来再走，走多一点，有没有发现脚后跟变轻了，前脚掌变重了？对，是的。踝关节这个地方产生了挤压。对。好，而且这个地方这儿的力会变沉。对，是的。好，这就叫过。太极拳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无过。这个地方已经累了，对，已经感觉很累了。对，叫做无过不及。所以说有一句话呢，就是咱们在课上讲过，叫做小腿立木顶千斤。膝关节、小腿、脚踝、脚跟基本上上下垂直于地面，这就是你移动重心的最大区域。是这个点区啊。你看啊，比如就是膝关节、小腿、脚后跟就是不管你是这样，看来重心来到这个，就是不管你是斜着还是说重心到位了，或者上下直着，只要是不超过脚尖，从这样看或者这样看都是正确的，知道了吧？啊，斜着看这样能放在地上，这样看放在地上都是对的，不需要完全在移重心的时候把腿全部撑开，撑开的时候你看都会来，你撑腿，看到没？劲儿就开始往这儿跑，对吧？哪怕你做到立木顶千斤的劲儿也在往这儿跑，理解吧？所以说以一种弧线的形式，这种感觉就像咱人在走路一样，后脚往前一迈，然后前脚一落地，啪，脚后跟脚掌全部踏地，然后换前面另一只脚，再脚后跟脚掌全部踏地，它是一个这个过程。对，哎，很好，这就叫做大螺旋。为啥呢？你看啊，原因是太极拳里边有句话说啊，我们要符合宇宙的万物生长规律，地球围着太阳转。那么现在当你在移重心的时候，地球把它当作是一个整体，你就是地球，你就是那个整体，你在围绕着身前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球在做公转，你在围着它去转，所以就形成了大螺旋。你看重心往右移，你的肩胯膝全部整体都在往右移，往左移也是整体往左移，对吧？这叫大螺旋，这叫公转。对，很好，这叫公转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从结构和外形上给你讲清楚了，还有脚下的感知讲清楚了。你看这个时候咱的习惯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往外撑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说关于进入的事儿。有的人打拳啊特别累，为啥累？因为你看啊，两条腿，咱们来，你可以起来抖抖腿放松一下啊。没事，不累。我这样可以。啊，有劲儿可以，那有劲把腿再打开，对，这个没事。有劲再打开，有劲再打开。来，离我近一点，离我近一点。对，好，你可以这样也看着镜子啊。第二个呢，你看又撑。你看第二个呢是啥呢？是关于进路转化的问题。咱们先去讲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啊。你看咱人往这一站，它是不是就在蹬着地面？就是客观事实，你不能左脚踩右脚飞天上吧？对吧？是的。所以说你的两条腿自打往地面上一沾地，你的腿就已经开始在有发力的感觉了，是吧？就只不过说有的人腿劲大，你站到那儿他轻微感觉不到。所以当我们移动重心的时候，我们尽量要采用不蹬地的方式去移重心。啥意思呢？你看啊，比如说现在这会儿你向右移重心，你是蹬着左腿重心来到右腿了，然后你向左移重心是蹬着右腿往左移重心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你是靠大腿肌肉本能的蹬的力量去触发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举例子啊，你看，当重心在左腿上，左腿是不是沉？对。右腿是不是轻？对。好，那你要向右移重心的时候，你去找一个，看我给你一个感觉啊，不要去蹬右腿，
转，去合左腿，对，合，让左腿的这个位置轻轻去拉着你过来，拉，然后让右腿整个腿处于一个被动的行进的过程，让右腿看往左移重心，看到没？往这儿走。好，你现在不要动啊，我给你劲儿，你顺着我劲儿走，重心是这么过来的，看到了吗？重心这么过来的，是不是更轻松了？就相当于说是你完全没有用蛮力去蹬腿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时候你的腿会变轻，就不会出现那种打拳很累。对，你看咱们这一期班刚结束以后，我跟大家其实讲的这个概念了，但是大班嘛，很难去给大家做到这个每个人去让他们都理解，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到位了，就告诉他们说，对，不要去蹬地，而是要学会去感受地面的力量转化。对，这个时候就轻松了。那一套拳打下来，腿就不会那么累。但是呢，它就会把劲儿放到哪呢？会把你的力放到裆上，就是你的胯根儿，放到胯根儿这个位。为啥？你看，你这儿轻轻一带，往右移重心，或者这儿往后一带，往左移重心的时候，你这个力量看到没有？这块肌肉从这儿连到这儿，这儿是会轻轻发力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这个力量很小，并不像咱蹬腿那么大。没有，对吧？那有的人他是胯不活，或者说胯没有劲儿的话，他会感觉到这个地方会发酸，就是大螺旋走着这块地方开始酸了。然后他说：“老师，那怎么移重心腿不酸，胯酸？”我说：“那也是对的呀，胯酸证明你在用这个力量。”所以说这个力量弱的人，他虽然大腿不累，但是胯根会很累，这个道理知道吧？这是大螺旋，基本上所有的概念都给你讲到位了。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就注意2个易错点的事项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关节一定要对照位，就是膝关节对照2、3脚趾的位置。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在移动重心的时候呢，意念呢是咱不都知道力从地起嘛？你一定要去感受脚下的虚实变化。你看咱讲课，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先分清虚实。虚腿什么感觉？实腿什么感觉？实腿全脚掌踏地，感觉到重心充分的放在咱的一条腿上。虚脚是以脚跟或者前脚掌轻轻粘住地面，这叫虚。虚实分明了，那么你的腰裆胯转化才能够稳定，下盘才能坚如磐石，中盘才能灵活如猪，知道吧？所以分进去。第3点，学会移重心时候的一个发力，不要靠蹬地的蛮力，而是靠胯根的合劲儿，通过合的方式来将重心从右转到左，从左转到右，就是这样左右转化。它能够将我们大腿的力作为什么？就是相当于说各司其职了。就我们的腿嘛，这儿有劲儿，这儿有劲儿，这儿有劲儿，这儿的劲儿负责蹬，这儿的劲儿负责撑，这儿的劲儿负责合。所以你就是让合劲儿去转化大腿的沉和虚和实了，而不是靠这大腿本身需要的支撑来去来回乱蹬，会减少体能的消耗，会让你能够更舒服的把这个拳打好，这叫大螺旋。老师，我就是说一到这个或者我这2块肌肉很紧致，有没有问题？它也不疼也不酸，这要的就是这个感觉。对，你看这个地方越紧，这个地方的能力越强。那么你下盘的根节就会越稳，你的脚就能踏得越实。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，如果这个地方练的时间长了，紧了，因为你看打拳的时候，它需要的是肌肉的一个持续的恒定收缩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训练完之后，一定要做一个充分的拉伸。能理解吧？就是如果说你一直缩着，一直缩，肌肉会产生大量的肌酸啊，不是乳酸，不是肌酸，乳酸，它会让你的这个肌肉很难受。就是说让你的肌肉会很休息不过来，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吧？休息不过来，所以说一定要练完之后要学会拉伸啊，这个就是大螺旋。然后你还有一个就是根源的问题，就是杨氏嘛，有个习惯，就是他对于重心转化的膝盖过不过脚尖，他好像没有太大的要求。咱们呢对于这个要求是比较严格的，你的身法的高低和步伐的宽窄，它一定是成正比。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属于是一个，你看啊，你比如说你往右移重心，你的区间很小，发现了没有？往左区间很小，不够大，这就证明了一件事。如果我发现步子打开了，移动区间很小，你稍微一动，你看膝盖感觉到这儿开始吃力了，那就证明你步子太小，身法太低了。2个选择，要么身法抬高一点，要么步伐开大一点。
然后你才能有更多的重心移动的区间。你看啊，你再往下蹲一点，比如说你看步伐很低，对吧？啊不，脚不要歪，对，一蹲你就撑。对，这习惯了，大仰式全身习惯，一蹲就撑。不要撑啊！你看你现在合到这儿以后，是不是蹲得很低？你看你稍一动重心，有没有发现力就已经开始往这儿跑？对吧？是的。所以说把这个结构一定要分清楚，这个就是大螺旋基本上你需要掌握的。好的。9成要求了，还有1成就是需要自己练，把你的这个发力的位置和发力的感受，直接就都能够练到自己身上，这第一点。就是老师就是说，我马上回去练大螺旋的时候，尽量步子大一点。也不是说非得步子大，这跟你看，比如说今天我累了，然后呢，咱练功的时候，你可以把步子变小，身法变高，就这也不算错，因为太极拳练的它是一种模式和结构。并不是让你非要去练成一个什么样的架子，有的人打的架子高，它是对的，那它一样能够有效果。但有人打的架子很低，但是来回乱转，来回乱扭，那也叫错，也是错的。对，所以说你的身体，你看大螺旋，刚才不是跟你讲嘛，重心从右侧移到左，你是整体的从右侧转换到了左侧，就像咱人走路一样。你看人走路，你不管是外八字的脚还是内八字的脚，只要你往前一踏，那么你的膝关节跟脚尖是不是永远都朝一条方向，然后落地直行，然后你的脚重心完全压到前脚之后，前脚是不是踏实了？然后你再拿起后脚，后脚再来到前脚，是不是也踏实了？所以这不就是走路不就是虚实的转换吗？对不对？把太极一带入到生活里边就清晰了。那咱打拳的时候，你这样去走，那不是就来回在脚尖、脚内侧、脚外侧乱摆吗？但是你走的时候，膝关节对住脚尖，这种时候上面走路。对不对？就跟走路的发力模式是一样，明白吧？这就是大螺旋，就是整体的运动。整体是啥意思？就是你的肩跟胯，比如说走路，我往前迈步，重心往前移动的时候，是不是我整个身在往前走，对吧？那移动重心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以前不是咱们不听我上过有一句话叫进重心嘛？咱们老听老师一进重心是啥意思？就比如说我现在的意识是前进步，或者说我现在要往前打一马分鬃，我重心从后腿转化到了前腿，这就在进重心。因为重心是在把我整个身体，尤其是我的肩胯和肘手在往前去运到我想要的目标点，这就叫做进重心，知道了吧？来，继续啊，好，你看一插步就是步子，你可以高一点，对吧？可以高一点，节省一点体力。我可以。啊，那就大，我每天扎大桩，因为习惯了。那就步子适当的大一点，步子对好，然后学会不去撑脚尖，这个脚尖可以再往外摆一点，对，哎 OK， 然后这个够，膝关节对照脚尖方向，对，很好，2、3脚趾啊，你保持这个结构之后呢，稳住了啊，稳住之后，刚才大螺旋来走一下，我看看，走，左移中心，左膝对左脚。哎，你看，你重心一到位，你右移重心的时候，习惯了第一个反射是先往外撑腿，不要撑。对，我给你模仿一下你的这个情况啊，你看，就是你重心到右侧以后，你第二步你想移重心的感觉是这样，看到没？你的右膝感你是想这样走一下劲儿，不要往外去旋膝，不要去，你看你一旋膝，证明你的力一定是在这儿蹬出来的，合。你看我的脚，我做了夸张一点，勾，看到没有？我往右移重心时，我是勾的右脚；往左移重心，看勾的左脚，勾。来摸这个位置啊，看，重心在右腿啊，勾。他不会用我的对，他不会用我的实腿去猛蹬地，我知道，你就是用这块肌肉，刚才说了，带过来，对，而是靠你看。是不是猛蹬了一下，就是你轻轻给一下这个劲儿，嘚，这个重心就过来了。就相当于说，你看啊，举个最明显的例子，来，哈金，拳头，就比如说我们2个拳头对一块了，我想让它往后移，我得顶着它往后移，这就是蛮力。但来，你推我，这就不是蛮力，就是他顶我的时候，我顺着他的劲儿往后撤，你推呀，看到没有？顺他的劲儿往后撤。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力量化解掉。OK， 谢谢，明白了？找这种感觉啊，这个要慢慢回去，要慢慢走。他是个习惯，他不敢顺，你可以把它，你看
你可以把它，我就是让你体验的明显一点，你可以适当性的慢一点，看到了吗？就是刚才这个大一瞬间，我认为让你知道是这个地方，要是慢的话，不是摸不出来嘛？对不对？是的，嘚儿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哎呦，这个真是，这个不来学真是不知道，大一辈子都不知道。这不就是他们直播间里所说的内劲儿吗？就像我在咱面授课讲，我说啥叫内劲儿？说白了就是我做动作你看不出来我咋用的劲儿，不就内劲儿？你昨天讲这个话，这个抓这个东西，我一下这个形容，我一下感觉到了。好多人在那说什么内劲儿，把它吹得可玄乎，我老天，他学傻了。所以说，咱们在发力的过程里，如果不给你讲发力模式，太极拳你永远都进不了门，知道了吧？就是要去找到发力模式的方法。你左右移重心的时候，用的是一些巧力，不是蛮力。就像波波老师当时刚学拳那时候，哎呦，你说他一遍拳打到第3段，累的呼吸了。那我们移重心的时候，它主要的核心点是在于哪呢？就是你看，重心再放在左腿啊，放左腿来，我给你个感觉，它就更像是拉你过来。你这个腿是不是轻松的就过来了？轻松了，是的。对，你最后你能感受到的感觉，就只有腿上的轻重变化，没有发力变化。所以这就是师傅说了没有蹬劲儿的一句概念。但是很多人呢，他是把这个部分就已经忽略掉，就是丢掉了，已经没有人讲了。对，就已经没有人在讲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他们认为重心的移动和转腰转胯必须要结合到一起，这就是一个大问题。为啥呢？你看啊，本来咱重心在左腿，是不是左腿已经沉了？现在的老师绝大部分是这么教，他希望呢说通过你的腰胯小螺旋往左，哎，不要动重心啊，往左转合左胯，让你的左腿变得更重，发现了没有？然后再用一个更重的力量把这个力量顶过来。那你说到根上，这不还是顶劲儿吗？那他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合到这儿，只有蹬这个脚才能转过来，不蹬他是蹬不过来的。对，他这样是带不过来的。对，他只有蹬。对，他希望你是用更大的蹬劲儿。你看见，刚才咱大螺旋线清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现在你把重心放在两脚正中间，也不要着急去蹬地。我让你找一个体感，就还是虚实的变化来啊。小螺旋是啥呢？你看腹股沟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髂腰肌，这是我们的腹股沟啊。髂腰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它运用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去收缩你的腹腔跟你的大腿的一个运动。你看啊，咱人提腿依靠的就是髂腰肌的发力。对，手啊，摸到这个位置啊，看啊，比如说抬腿，都觉得以为说抬腿是靠腿的力量，不，你看啊，腿这会儿是软的，一抬起来，髂腰肌在发力。来，发现了没有？对，是的，是髂腰肌在发力。是的。所以抬腿的时候，靠的不是腿，靠的是腰腹，尤其是腹腔的力量。为啥？你看，你的腹直肌跟髂腰肌、腹横肌它是相连的，所以你肚子越有劲儿，髂腰肌越有劲儿，腿就能提得越高，知道吧？但这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啊，老师我腿抬不起来，是不是我腿没劲儿？找翻了，腿是靠胯带起来的，胯是靠腰腹合住的时候给它带起来的，所以一抬腿这儿会发紧，对不对？抬腿抬时间长了，哎呦，老师这儿咋这么酸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抬腿靠的是这部分的力量，不是靠的大腿本身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啊，我们在对养成习惯啊，我们在转换小螺旋的时候啊，其实它靠的就是这个关节，就是我们叫髋关节。转的时候，你看啊，这是左肩，对啊，你呢，首先第一个要把运动点放到这儿，对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合了？合了啊，合了之后，你看你这个左膝是不是会跪下去？跪下去的时候不要慌，看啊，第二个就是这儿，把这儿放下去，你看膝盖是不是自然是撑开了？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一个管相合，一个管打开，你能体现到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。你看右转，右胯相合，左胯内侧向外拉开，这块有个筋在被拉长，是吧？是的。然后这块要有一个下沉。如果说你看啊，我给你举个例，如果这儿不下沉的话，来回正。如果这儿不下沉的话，你身子会这样歪过来。哎，对，看到了吧？是的。对，所以说一定要就是撑起来了。对，一定要做到。你看一螺旋一沉，但是你看回正，你看螺旋沉的时候不能把这儿再开，来看啊，来转。对，哎，好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，如果你的身体啊，不往回旋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拉伸感会更大。不撑右腿，只撑左腿，把左腿打开，发现了没有？就这个地方，就是太极拳练了胯，就练这。
就是我们打单边的时候也是这种。对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是你到最后一打开之后，你会发现你摆左掌，你左胯根和右胯根拉伸感很。为啥要有拉伸感来检查啊？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拉伸感来放松，合右胯好，左胯这个位置不要拉伸感了，不撑了，放松了，松，是不是跪膝了？对。这个时候一跪膝，你看你的力量会往哪跑？会往这儿跑。对。会往这个位置去。往这个位置去的时候，你看稍微一给你劲儿，你的力量就容易栽，知道了吧？然后你看啊，现在你再过，你把你的重心放在右腿上，你把你的这个位置向外打开，这个位置向里合住，把你脚尖翘起来。对，然后过来跟我对抗啊，来蹬着地跟我对抗。明白啥意思了吧？没用劲，我没用劲，对，只是扎下去了啊。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这就是结构的力量。所以说，这太厉害了。所以说不能空。这不是一点点的厉害，这个。一会儿再夸啊，一会儿再夸，还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力量一定要让他把这个，就是人不说嘛，抻筋拔骨，抻的到底是啥？就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对，这一点特别重要，就是差一点都不一样，就差那一点点。就是你抻筋拔骨到底抻的是啥呢？听好啊，就抻筋拔骨不是让你去拉韧带，抻筋拔骨是让你把筋膜的张力打开，把你的肌纤维和骨骼的结构摆正，这叫抻筋拔骨，不是让你去傻的压韧带，知道了吧？韧带压得越粗越软，我一般不压腿，你的力量就会越差，知道吧？力量会差的不得了。所以说一定要记住，压腿呀，或者说跪姿拉腿啊，都是一些放松的技巧。软开度跟肌肉的发力，它一定是个相反的，就是你软开度越好，你的肌肉力量就越差；你肌肉力量越强，你的软开度就越差。但是太极拳就在找什么？找平衡。它主要是为你看，来左转左合，你看姐，你可以这样。如果前期你转的时候觉得费劲，你可以头，你想往哪转，头先过去。对，头先过去，因为眼睛。其实内三合不是心与意，意与气，气与力，气与形嘛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你的心往哪去，你的眼睛一定会往哪看。比如说这边站了个小美女，我想看她，就我心里边一直往那儿跑，没事就瞅她两眼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现在把你的眼睛直接瞅到那，你心自己就会往那儿跑，知道了吧？哎，你看你的心往那一跑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往那边旋的会更多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得。就太极拳不是，就昨天有个同学问了我个问题，就问可好，说老师，太极拳你只讲的前进后退这两个步行，左顾右盼怎么没有讲呢？顾跟盼是意念，知道吧？你提膝平开步也是前进步。你看啊，比如说我现在要打懒扎一，我一合手，我开了右步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在进中心？进肘进手，这是不是也是前进步？对吧？所以顾跟盼。指的是我在近身的时候，我转腰的时候，我还要感受到我的脚下跟胯根，我向右转，我右胯合住没有，左胯打开没有，还在想这个事儿。所以顾跟盼指的是我们心里边想的内容，它并不指的是实际的东西。你看为啥没前进步有？你看那句话什么？那句话怎么讲啊？前进步有野马分鬃，后退步有这个倒卷弓。他们把云手做成左顾右盼，云手。他是站到原地不动了，对不对？叫左顾右盼。然后他们非要把这个云手变成动态，那就是前进步的云手了，知道了吧？来，所以说顾盼它是两个意念和思维上的事儿。所以你看，你右转，和右胯，左胯打开，你就要感受着左边顾，右边顾着，不是说错了，右边盼着。左边顾着这块腿上有没有，不用扭头，顾着这块，这顾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，心里要想。对，心里要想着，要感受，主要是两个字，感受，就是你感受到这儿有拉伸感，那就证明这个地方一定是对的。如果突然觉得这块你整个人的意识都在这儿，为啥呢？你看，你该讲第二个了，小螺旋的运动方式啊。小螺旋的运动方式呢，是以我们两个膝关节对照脚尖3脚趾的方向，不能变，然后呢，来回正。以你的左右两侧的腹股沟、髋关节和髂腰肌为核心，向左转时，左侧髋关节旋转形成里合，右侧髋关节、髂腰肌位置下沉，且腹股沟内侧向外打开，有一个一合一开、一阴一阳的转化，有合劲儿，有撑劲儿，有开劲儿。
这就是一合一开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明显的拉伸感。对，证明你看，如果说你转的时候，你说老师我为啥转到这边拉伸感强，那边拉伸感小，那就证明你一条腿强，一条腿弱。感觉这个地方有拉伸。对，这个地方是扣到里面。对，是扣到里面，这个地方有拉伸。来，你再旋转，向右旋转。不移重心，只旋转。只转，对，好，你看旋的时候，你看你要注意是右胯根这个内侧相合，左胯根这个外侧打开。对，这个难点就在于哪？这个难点就在于我们人一说发力，你想两个腿同时往外发力，这就是我们的弊端。你看一说用劲儿，两个腿同时都开始往外用劲儿了，你控制不住。对，但实际上它只需要你一个腿往外用劲儿，一个腿呢，看啊，这个时候我给你再讲一个，感觉就清晰了啊。刚才这个外形结构你是知道啥回事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现在我带你找劲儿来回正啊。现在呢，你啥也不用想，你去把力点再次放到你的这个脚下。好，来合左胯，右胯打开，来向左转，走。对，转。对，有没有发现，在你转的时候，哪怕你不撑腿、不移重心，上身是中正的，你也变成了右腿比左腿要轻松。对，是不是现在往左一转，左腿劲儿变重了？是的，很明显，对吧？你通过螺旋一样会产生虚实的转化。来，你再往右转，对，你重心不要动，你看右腿不要往外撑，让左腿撑开打开。你是不是？你看，反而你看左腿哪怕撑开了，这个腿都不会使多大劲儿，但这个腿都会劈得很直。对，是的，这就是虚实。那恰恰是这个原因啊，导致了现在很多老师讲课的时候呢，他对于人体的运动力学不太了解。所以说了一些他自认为正确的事儿，你看啊，就是姐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东西，啥意思呢？你看重心在右腿的时候，很多老师说，你看啊，来重心右腿，想左移重心，你要先松右胯，然后再顺势一蹬地，重心左移，他实际上都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他的这个思维说白了就是右腿重心在这儿，本来右腿已经够沉了。你需要再螺旋，再往下沉一下，让右腿上再加重，然后再让右腿的劲儿往这边去蹬，那不是还是大劲儿顶小劲儿吗？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说你就记住啊，你的目的，你在转大小螺旋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有一个目的，我右腿变沉了，我再一合胯，我右腿变得更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再去想着蹬右腿的事儿。来，姐你看，你做重心啊，重心右移，重心左移，不左移不你就开始转腰，左移重心，好，来左转腰。转，对，好，转到这儿以后，你看是不是左腿可轻，右腿可轻，左腿可沉？好，你轻轻一的引，这个腿劲儿是不是就是自然就释放过来？是的，对吧？它不需要你用蛮力在顶，就很舒服。对，就像是什么吧，就是我这个腿变重了，我的这条腿我体会到它的苦了，完了我就用这个腿把这个压力和顶的力量给它释放出来，让我去分担它。但是一来到这条腿以后，哎，坏事，它又累了，那转过去。他又开始帮他去分散压力了，就这个感觉，知道了吧？所以一旦你转起来以后，循环往复去走，你会发现这个重心它是靠惯性滑起来、揉起来，就完全不需要身体主动发一点力就起来。这就是师傅以前说了，没有蹬劲儿的概念，就是刚才给你讲的大螺旋怎么移重心是靠这儿轻轻带一下过来，对吧？那小螺旋呢是靠什么？是靠腰胯两个腹股沟。然后那刚才小螺旋讲了2个重点，一个重点是关于脚下的重心和腿部的这个运动配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小螺旋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，小螺旋主要运动的是你的肩跟骨盆。这里呢会有一个很容易犯错误的点，就是很多人都是来你转，对，就是骨盆不会转，只转了胸椎。啥意思呢？啊，来看我的身体啊。同样都是转腰转，看一下左胯相合，右胯打开，这是不是骨盆也在左旋？右胯相合，左胯呢是不是骨盆也在右旋？现在有很多人呢，就是一听旋转不会转骨盆，这儿不会动，他就只在转哪块，骨盆不动，光在咧胸啊，对，大部分嘛，对，这在拧胸，就基本上了，就是都在拧自己的胸椎。那胸椎你看啊，骨盆跟肩膀它是一个整体，一轱辘粗。你这整个转起来，就相当于说你在转胳膊，这胳膊一整个胳膊在转。如果你光拧胸，就相当于这样，光拧小臂，就是没有劲儿啊，整体劲儿出不来。你用的都是这个地方的力量。你会发现有的人打他一拳啊，他打完之后，他的这块是很胀的，就是觉得闷的憋得慌啊，很胀的，就是因为他只在转胸，没有转腰当胯。转腰当胯力和气都在这个位置，转胸力和气都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了嘛，横气填胸，拧上去了，下不来了。啊，这儿不会动，对吧？
问题啊。所以小螺旋一定要关注的整体是哪里呢？不能只看自己的手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胯，而是要看肩、胯、瞳转、酮体，知道吧？因为咱们人其实就是这种生物，你比如说你去打一个摆拳、勾拳，胯肩同时往前送，对。老师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是这是一个整体。对。转的时候用骨盆来转上哎，面整体。对对。这个意思。